1942年11月，新到任的日本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发动了对晋东南地区的大扫荡，目标是摧毁八路军指挥机关和消灭八路军第129师。大家都知道了，鬼子对我们的根据地进行扫荡了。这次扫荡不比以往，情况可能会更糟糕。我要说的只有一句：天下没有打不破的包围圈。对我们独立团来说，老子就不把它当成是突围战，当成什么？当成进攻，向我们正面的敌人发起进攻。大家有胆量没有？有。记住。全团哪怕只剩一个人，也要继续进攻，死也要死在冲锋的路上。如果有谁怕了，我可以给他机会，让他脱掉军装，交出武器，和老百姓一起转移。我李云龙绝不难为他。有没有？没有。好，都是有种的汉子，把刺刀给我磨快了，把子弹给我推上枪膛，把手榴弹的盖给我顶开了。想消灭独立团，他鬼子还缺封好牙口。时间紧迫，我就不多说了。下面请赵政委做战前动员。同志们，我说的也不多，我只想告诉你们，入冬以来，鬼子在冀中地区进行了残酷的大扫荡，冀中军区各部队和敌人进行了激烈战斗。同时，敌人向晋东南、晋西北地区也进行了扫荡。敌人在华北地区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包围圈，想一口吃掉我们。我不想隐瞒，必须把真实情况告诉你们。我们将面临着一场前所未有的血战，战斗将极为残酷，我们中间会有很多人牺牲。我要说的是，不管有再大的牺牲，这都是我们必须承受的代价，因为我们是军人，我们肩负着守土抗敌的使命和责任。我们不牺牲，难道还要牺牲我们的父老乡亲吗？不能！同志们，尽管敌众我寡，实力悬殊，但是我们敢于和敌人以命相搏，杀开一条血路。狭路相逢勇者胜，我们要杀出独立团的威风。现在我命令，全团以连排为单位，分路分批向敌人实施反突击，打破敌人的包围圈，掩护老百姓转移。独立团全体准备战斗！快点，老姜，快点，老姜，快点，快！快点！日军在飞机配合下，采取多梯队、多层次、大纵深的部署进行拉网，逐步搜索前进，企图迫使八路军主力部队难以机动和转移。冈村宁次要求驻进日第一军仔细研究八路军战法，革新自己的战术。驻进日第一军司令官小冢义男
奉命制定了针对性极强的 A 号作战计划。八路军各部被迫将内线部队化整为零，以排连为单位，与民兵群众相结合，开展地道战、交通战、麻雀战等，与之周旋。
この辺騎兵連隊に命令伝えよう。ヒナキー軍を一人残さず殲滅してこい。第13歩兵連隊と公共軍対抗混成両団に命令を伝えよう。賭博港を迅速に封鎖し、その場で殲滅しよう。不行，咱们得打回去，不能丢下骑兵连。老赵，咱们手里还有多少人？逃命上行动只有1连、1连、3连，其余的都分散突围了。1连，跟我上，打开缺口，侧沿骑兵连突围，快！告诉我，团长，你没事吗？团长，团长，谁说我负伤了？老子刚才是被绊倒了。你他妈吓死我了！我还以为你以为我死了？扯淡！我是谁呀？啊？想打死我没那么容易。重新组织兵力，打回去。已经不可能了，我们手里兵力太少，刚才冲锋。伤亡了几乎1个排，再冲一次，这点兵力全没了。再说，冲进去白搭呀！你看，鬼子的骑兵足有1个连队，不能让战胜再冒险了。快撤！老赵，不能丢下骑兵连，独立团没这个规矩。老李，扶我起来！老李，你是病了？没病。政委，鬼子正向咱2翼运动。下去，团长。后队改前队，撤！是，司令，过来！老赵，不能丢下骑兵连，撤！同志们，听我命令，撤！
经被包围了。没关系，咱们在这拖住敌人的骑兵，反正团长这边他们都已经冲出去了。驾！驾！妈呀！驾！连长，我没子弹了，什么？没子弹了，我也没子弹了。你们呢？你们是还有子弹？我们也没有子弹了，连长。大佐過去か敵は自殺攻撃次第で。獣戦うことに困って余計はとてもいいですね。この何のひなこんきどがたきがえる。弟兄们，把枪给我扔了，绝不留给小日本！弟兄们，拔刀！皮黑连队友，骑兵连，听我的命令，向敌人进攻！迎着踢！骑兵连，继续进攻！迎着踢！骑兵连，进攻！私の命令を伝える。あらず
避難困苦では放送して体中は全てよしだ。同志们，原地休息。李连长，马上派出警戒哨，要格外小心。敌人的鼻子比狗还灵。是。你们两个给我来。老赵，你还行吧？咱们歇歇脚。就是累着点。老李啊，咱们现在这个村子叫新庄，刚才突围的村子叫魏王村。 相隔不过10几里，现在敌人扫荡部队还没有推进到新庄。不过，我估计1、2个小时以后，敌人就要过来了。咱们下步怎么办？老赵，你见过搂草的耙子吗？鬼子的扫荡部队就好比耙子，我们现在的位置是耙子的2尺之间。如果部队现在离开新庄，那正好碰到尺上。 这里是一片平原，离大山只有20里地。部队大白天暴露在平原上，就等于自己往敌人的枪口上撞。我的意见是，先疏散老百姓。我们在新庄就地防守，等天黑了再突围。只要冲出去，用不了2个小时就窜进大山了。我同意你的意见，可问题是，咱们只有不到1个连的兵力，能否守到天黑呀？ 守不住也得守，没有第2条路可走。好吧，咱们分头布置一下。团长，敌人要是不来，咱可全白忙活了。 不来倒好了。你以为老子愿意打这一仗啊？啊！我告诉你，这种防御战最没意思了。哎，躲在这儿等着人家来打。咱们独立团向来讲究进攻，咱们师长也说了，最好的防御就是进攻。这好办，一会儿敌人攻到工事前，咱就冲出去打他反击。哎，不行，今天不行。你小子得动动脑子啊！ 不是啥时候都能打反击。现在咱们剩下不到1个连的兵力了，得坚持到天黑。本钱不多，就不能硬打。啊，咱们得计算着使用兵力。这回咱们独立团变了路数了啊！说破了大天也不出攻势，敌人远了就用枪打，近了拿手榴弹招呼。哎，我先抽袋烟，给我，我先抽袋烟啊！谁想抽？ 一会儿排队。团长，你怎么抽上烟袋了？俺记着您以前一直都抽烟卷儿。哎呀，这不是他娘的断队了吗？以前没烟抽了，咱到公路上打个伏击啥都有了。可这次不行啊，这不是赶上鬼子大扫荡了吗？让人家追着咱们跑，只好凑合着抽吧。团长，一会儿鬼子来了，我给您弄烟卷，我有办法。看把你小子能的，你有什么办法啊？ 你上鬼子那儿赊烟卷去？咱把鬼子放近点，等他到咱工事前了，再把他撂倒，这不就有烟卷了吗？你小子耳朵塞驴毛了是不是？啊！我刚说完了不许出公事，你拿我话当放屁了？哎，不是，我是说人家鬼子都把烟卷送过来了，你说咱再不要，是不是有点太那个了？给抽一袋。好嘞。团长，鬼子怎么和疯狗似的，一路追着咬？ 连口气都不让咱喘，你们长征时候是不是比这还邪乎？不一样，这会儿鬼子虽然撵得紧，可这是根据地，啊，有群众基础，老百姓帮咱们。可长征那时候，可就不一样了。蒋介石几10万人马，天上有飞机，
地上前堵后追的，部队经过的地方没有群众基础，老百姓不帮助咱们，那日子可比现在难过多了。团长，给我们讲讲长征的故事。想听故事啊？想听，想听。嘿嘿，想听故事门儿都没有。你看看那说评书的、唱大鼓的，有白说不给钱的吗？啊，老子也不能白讲。我告诉你们，一会儿鬼子来了，给我瞄准了打，每个人至少干掉10个鬼子，听见没有？听见了。团长，你看好吧。没问题，俺打20个。我记得当年路过藏区，还没进去，上级的命令就下来了，部队要执行民族政策，打不还手，骂不还口，谁要是违反了纪律就枪毙。当时咱也老实啊，就跟那小媳妇似的，不招灾儿不惹祸，只管低着头往前走啊。可是这也不行，我们到了一个山口，人家就是不让你过去，啊。喊话求路，就差点叫爷爷了，可人家听不懂，还以为你在叫阵呢。那些藏民可不含糊啊，拿着弓箭就把我那些弟兄们当兔子射。这一个箭过来，嗖的一声就从我的头皮过去了。我身边有4、5个战士都是中箭身亡了。当时老子就火了，我端起了机关枪就想搂火。我那政委不顾死活的上来抱着我说：“老李，你不要命了？你这一打，非出大事不可呀！上级要追查下来，那你我的脑袋都得搬家。”报团长！报团长！村口东北方向发现日本骑兵。好啊，终于来了！各就各位，准备战斗！死ぬのはこそりな静かで、死ぬのは同様にへそり。この村は天のようだ。へとの模様がない。民衆がすべて逃げたかもしれない。長官、私たちの事前、座標によってこの村はまだ捜査していない。しかしここは8、6いないと思います。どうしてあなたのような。この村は孤立している。後ろは平原です。軍事の角度から見て、守り者は言った。包囲されたら突破することは大きくない。私とあなたの見方は一致する。私はこのように残酷相当下手語で指示ないで。86の本な部隊がまたたたにいで措置の抵抗がある。それらは今どのように逃げることは考え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い。戦士。攻撃！打得不错，看见没有？小日本鬼子也是丁点养的，也是肉长的，子弹进去照样穿个窟窿。嘿嘿，武士道怎么样啊？老子打的就是武士道。注意了啊，要节省子弹，不许放空枪。
争取1颗子弹干掉1个敌人。吃了点亏，这才想起包围。老赵啊，你这没事吧？前边村口打得不错，60多个鬼子全都干掉了，其中有一大佐。老李啊，鬼子炮兵上来了，正在构筑炮兵阵地呢。哎，你目测一下，你们迫击炮离咱们这儿有多远？恐怕有500米。你要干什么？我想和你打个赌，老李，你说500米距离，我用步枪打中那个架炮的鬼子，你信不信？够呛，距离太远。打什么赌？说吧。我要是打中了，你1个月不能喝酒。你要打不中呢？1个月之内你可以狂饮，我绝不干涉。哎，但是我说的是，到了绝对安全地方啊。好，我答应了。哎，小王，把枪给我。老赵，这么远的距离，子弹打出去是一条弧线。打得好啊，老赵！看来这1个月我得戒酒了。还和总部联系不上吗？已经2天了，总部机关下落不明，我们从未停止过呼叫。师部呢？联系上没有？也没有，没有任何应答。我真担心总部首长们的安全呢。他们身边没有多少部队，如果遇到大股的敌人，那可就危险了。别担心，总部机关可能正在行进当中，没有时间架设电台。老总这一辈子经历的大风大浪多了，相信这次也一定能够安全地突出去。你要一刻不停地和总部联系，不要中断呼叫。是，有情况立刻给我报告。好，快点封到北宫。对，把这封到西宫啊，快点！怎么样了？快点把它架好啊！哎，小李啊，你们想办法快点和北方军和党校联系上。冯老总，参谋长啊，总部直属队和北方军机关都冲出来没有啊？都冲出来了，损失不大。不过这仅仅是敌人的第1道包围圈，情况在继续的恶化。我们的外围至少还有3道封锁线，我看恐怕要几场恶仗啊。快点架设电台，问问各师、纵队、旅敌指挥部，他们的情况怎么样？电台马上架设好。来，老总，走。旅长，我们和总部联系上了。快说，总部首长冲出来了没有？总部机关说，他们已经冲出了第1道封锁防线，请同志们放心，迅速向总部报告。好，立刻给我发报。总部首长，第18集团军第386旅前进指挥部已率部突围。将軍、私たちの通信情報技術室は変なことを見つけました。電話と電報の電磁波による信号を発信するもののようで、情報部門は
これはおそらくシナの18集団軍の本部らしい。すむ、地図の上に私にガーデン来る。はっ。ここです。了解。彼は早いですね。不注意も。第一発見、飛び出した。またはラジオダタに使う。将軍、私たちが新しい通信技術を使うことがわかりません。対応できるか？今、できません。彼たちはパスワードを変えました。第41師団、基本第2師団、命令して、早く南ホフは放射する。一人も覗かないで。大宇，你还有多少子弹？10几发，快接不上了。想想办法从鬼子尸体上搞点儿。好主意，把鬼子放近点儿，咱们再打。好。打点掩护，我上。好。师长，师长，唐连长，你怎么回来了？不是让你保护老总吗？谁让你回来的？谁让你回来的？大首长，老总和总部直属队已经冲出了敌人的保护圈，老总命令我接您转移。现在还不行。野战政治部、后勤部、北方局，还有党校、新华日报社机关的几千个人还没有撤出来，还有机要科和挑文件的同志还没有到。那些机要文件一旦落入敌人的手里，后果不堪设想。唐连长，我命令你掩护北方局、党校及新华日报社机关的文职人员先撤退，我随后就到。首长，我求您了，您先撤，我和中队的同志们走。唐连长，执行命令。嗨，走。同志们，快撤！快，快，快！旅长，总部的信号有中断了，可能出现了紧急情况。继续呼叫。旅长，报旅长，敌人新兵包围上了，请稍后马上转移。他娘的，刚冲出包围圈，屁股还没坐稳，又被包围了。倒也习惯了，再打出去就是了。命令部队立刻转移。是。最近敌人的鼻子怎么这么灵啊？同志们，快快快快！后面跟上！快，同志们，快跟上！
快！快，苏总，快快倒！快倒！快，都倒！首长，这是副参谋长的手枪。首长，您别憋着，想哭您就哭一声。